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上任之后，他撇开了所有的因素，步步的杀招，要来杀掉他所谓的敌人。为什么这样说？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签了非常多的行政命令，而且他说他签到手软都没有关系，因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全球皮皮唰之下，谁最唰？当然是中国。昨天我们谈到了抖音，我们谈到了 AI， 今天川普他更狠了，他说我要退出巴黎的气候协定，我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让我的能源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石油挖吧，包括你的天然气也尽量挖吧，挖到最后是因为 AI 需要电力吗？看起来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剑指中国。中国的新三样，包括电动车、太阳能跟锂电池，你在强的情况之下，我现在用石油、用天然气，你不就一文不值了吗？而巴拿马运河，川普直接讲得更白了，我不惜动武，我都要把你抢回来。原因当然跟中国有关，一步一步的杀招，中国能够承受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周好，大家好；第二位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张好，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以及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啊，聪哥，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有多狠。昨天我们以为啊，他 AI 包括 TikTok 已经让他们没有做选择权利。今天他真的不想让中国有选择。他今天说好，石油继续开采啦，天然气继续开采。大家以为跟 AI、跟算力、跟电力是有关系，那看起来没有哦，全部都是剑指中国的新三样。我让你好，你在倾销啊，你在补助啊，是我让你活不下去啊。没错，我们要事实上这个美国再次伟大，这是川普的口号。但是呢，他要把美国再次伟大前面的最大的一颗石头要把它拔掉，那一颗石头就是中国。那中国来说，你可以看到他昨天演讲的时候，并没有对中国很凶狠啊。可是他演讲完之后，开始签他的这个行政命令。他说我签了好多行政命令，签的手都快要断掉了，签了那么多个，他还是要继续签。对，那为什么这么签呢？因为这些行政命令里面很多都是对中国的杀招，一招接一招的这个来。好，我们看他签了什么？譬如说，他说，这个他准备要签一个这个命令里面，他说我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另外我要说我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另外我要说我要开始开放所谓新石化能源，你要怎么开采所谓天然气、页岩油，随便你能够开采就尽量开采。另外他说我要撤销拜登的所谓电动车的这个状况。你看他很多时候，看起来都跟中国无关啊。可是我跟你讲，他这些呢，其实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为什么冲着中国而来？很简单。中国现在我们大国博弈之间呢，都是要怎样把你强项把它斩掉，把你强项斩掉之后呢，这样你就没有活路可以走。那要中国现在有所谓的新三样，新三样是什么呢？一个是电动车，另外是太阳能，一个是锂电池。好，那为什么中国要把它叫做新三样？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厉害的，全世界都第一嘛。所以现在中国呢，想办法把这些变成是它往外倾销一个非常重要的3个产品。那这3个产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3个产品都跟什么？都跟绿能有关。所以川普就说：“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嘛，我退了。”另外一个电动车的补助，我也不要电动车。你美国人你可以开这个燃油车都没关系，随便你选择，我也不要跟你玩电动车。另外我还什么？我还加快你发什么石油的这个相关。你石油开采越多，请问你石油成本很低的时候，谁要用太阳能？大家不要用嘛。所以他等于是他把这个中国未来往外出口的3个产品，我招都把你遏制住了一个状况。他直接把中国的直接玩死掉了。对，那尤其是说好，我现在开始开采石油之后，未来大家如果都用石油之后，中国又需要石油之后，它所谓的麻六甲的困境就会出现。也就是说，我只要这个未来打仗的时候，我困住你中国的麻六甲之后，你就没办法跟我美国对抗。所以我才说，事实上，川普这些动作来说啊，都是针对中国的新三样，而且针对你现在在发展的产业，我给你杀的彻底的一个情形。中国的新三样，好，现在看起来杀，但是观众朋友，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包括电动车，包括太阳能板，早就堆积如山，根本卖不出去。对，好，正好就为什么我这时候要杀你？因为第一个，你这时候你本身就已经陷入困境了，陷入困境了，我再踹你一脚，让你完全无法翻身。好，为什么这样说？像中国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呢，它一直是全世界新能源车卖的最好。可是你知道，他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中国本身的新能源车都卖不动。你看今年的前12天，那中国的纯电动车还有插电式混合电力车的这个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大跌50%，降到20.6万。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人大家都在买电动车嘛。那买电动车之后，中国已经卖不动了。那中国卖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要往外倾销。可是往外倾销之后，你知道，现在美国全世界第1大是这个中国，第2大是美国。美国现在说，我不需要。
因为我未来我可以不要买电动车。对，我问你，如果你是美国消费者，未来油价很便宜的时候，你要买电动车还是燃油车？当然是燃油车、啊，对嘛，省钱啊！全世界的国家都一样嘛。我现在把这个石油降得很低的时候，像台湾的民众，如果石油降得很低，请问你要买电动车还是买燃油车？买燃油车嘛。所以中国面临到燃油车电动车它卖不出去。好，那我为什么说川普是故意用这一招？各位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一般的产业的这个车子你要达到产能利用率80%。就是说我这个一台车，如果假设我能够生产10辆，我要这个能够生产8辆以上，我才会赚钱。可是赵总，你知道吗？中国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只有多少吗？只有50%啊！也就是说，我的工厂只有生产一半的产能，我剩下一半我是闲置的一个状况。那中国人，你看中国新能源车，它在2025年它的全年产量3600万台。那你知道全世界现在需求有多少？1700万啊！其他车嘞卖不掉。它等于是有2000万产能的过剩产能，所以现在呢，那这些卖不掉，尤其是他们可能想要卖到美国去，但美国现在跟你说你不能够卖过来，所以这个堆积如山的状况只会越堆越高。那越堆越高的时候，对这个他们能源车形成多大压力？我们事实上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厉害的电动车就比亚迪。对，可是比亚迪你知道一个统计数字比亚迪要卖100辆。才等于一台法拉利赚的钱太薄利多销了吧？那你能够卖多少？你没办法卖多少嘛？那尤其是你知道，事实上中国目前为止只有比亚迪还有上汽等等少数的公司是赚钱的。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小米也是亏钱。小米雷军说：“我现在做的是做一台亏一台。”所以呢，事实上这中国的这个所谓电动车产能相当的过剩，尤其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很多所谓电动车坟场一大堆的这个情形嘛。所以这个电动车看起来的话是变成是死路一条，电动车工人完全动不起来的一个状况。完完全全的坟场就停在停车场内，没有人在问，没有人要买。是。另外，除了电动车坟场之外，太阳能板该不会也有坟场吧？没错啊，我就讲嘛，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力业者也是一样。我如果要发电的时候，正好我问你，现在假设燃油价格天然气很便宜的时候，当然你要用天然气，我们台湾来讲台湾的太阳能价格比较贵，还是燃油的这个天然气发电的价格比较便宜？当然是天然气，大家都用天然气，所以没有人要用太阳能面板，所以他这一招来说，也让中国的太阳能面板卖不出去。那尤其你看，因为中国现在一样，它的产能过剩，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它的这个价格一直不断的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这已经到2024喽。对，一直往下跌。川普的这正在上来，继续往下走。那我就讲嘛，因为他为什么要趁你病要你命嘛？第一个。那中国前一阵子刚好发表了这个所谓他们的太阳能公司，他们叫做光伏就那样9家公司居然亏了360亿人民币你要乘以5亏了1000多亿他们亏钱，但是亏钱他们继续玩，一直玩到什么程度呢？各位你要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中国的产能约莫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以上。那你这么没有人用那么多产能所以那中国现在怎么办呢？它产能过剩，所以它现在中国开始，你看他们最近你可以看到很多文章都说，你看我们又盖了什么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光伏的这个太阳能发电，这是在哪？每个地方都是满太阳能板。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需求没那么多，我就知道国家自己来盖嘛。你看，在这个包括说很多山区里面，你看密密麻麻，我们说台湾的太阳能发电已经这个南部已经很恐怖对，不好意思，中国更加恐怖，你看。整片平原上面，大家都是，而且我刚看到最夸张的是，连沙漠上面都有。没错，那你看这一片，你看这边是这个草原，那旁边还有牛羊，他们旁边就是这个都是太阳能面板。你看整片平原上面都是，甚至连沙漠上面都是。沙漠这么大，里面满都是太阳能板，全部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这些太阳能板没有地方去嘛，那你就由国家来投资，国家来投资来说就变成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事实上，它这种很远盖在很远的这个太阳能板根本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你传输电力之后，它就完全消耗掉。那甚至前一阵子被 NASA 拍到一个照片 ，NASA 拍到这个照片是原本是在他们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沙漠，你看原本沙漠是这样就后来没多久就长出了这么多的太阳能面板弄出来，后来越来越多之后，你看多到这种程度，他们还上面还做这个马的这个图案，所以就是说，你看这是 NASA 发布了，他说我在卫星上面、太空上面，我都看到中国盖了这么多的，所以中国现在看起来就是为了放而放。像刚刚思东哥讲，是它的能源也没有办法传回去啊，就为了摆而摆。对，因为我要把这些产能消耗掉嘛，所以我才说
这你未来好，美国现在也不要，美国也不要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太阳能面板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之后，你就变成是一个死循环的一个状况嘛。另外一个，这个川普这一次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准备要拿回巴拿马运河。你也想到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大家讲，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是在讲巴拿马运河。他从巴拿马运河，从麦金利总统呢，他留了非常多资金，然后在这个所谓罗斯福开始盖巴拿马，然后他说美国一共用了史上最高的工程支出，还有3.8万人的这个牺牲，就没想到现在交给这个我们原本要把这个运河的经营权交给巴拿马，而不是交给中国，所以现在该回收了。所以他讲得非常明白啊，他要收回啊。那让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各位啊，他这一次习近平派去了特使韩正，人就在后面啊，脸都垮了。就听到这句话，因为呢，这一次川普就说你是违反了当年呢卡特交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中立，但是现在你们都让中国营运，所以我一定要拿回巴拿马。我觉得事实上，你看拿回巴拿马要给谁塞兵，也是给中国塞兵啊。所以他说，表面上他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对中国口出任何恶言，但是他其实每一招都是针对中国而去，步步杀招，绝对会杀得让习近平呢相当的害怕。铁文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这次步步杀招，行政命令签到手软呐，但他还没有直接口出恶言哦，说什么中国你就怎样。但是看到国务卿 Rubio 都已经把话都说这么白了，他说中国是靠欺骗取得的国际超级大国地位，现在美中关系是直接开撕了吗？对，Rubio 担任什么职位？就是国务卿的职位。国务卿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长，他是以高票的方式通过任命的哦，99票比0票，也就是说参议院整个全数通过了。另外，参议院院长是那个副总统嘛，所以当然不算。所以99票比0票是非常难得，没有任何意义哦。但是他在参议院的做听证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哦，说目前的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有它的财富啊，根本是透过所谓的说谎、欺骗、骇客入侵、窃取的等等这些方式呢，来取得他目前的国际地位呢。同时间呢，他也跟参议院的国会呢承诺说，未来美国会协助台湾来进行所谓的豪猪策略，来这个遏制中国入侵台湾。所以所有的讲的话都是对中国不好听的话。那现在 Rubio 了，他还是在被中国所制裁的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哦。对。那如果说我们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川普未来有没有可能在100天之内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请问 Rubio 要不要去做踩线团？要不要去做踩线？他如果要做踩线的话，那你现在中国还对他制裁，而且呢，你现在他讲的话也没有让中国很好听，这个面子挂不住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成型呢？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一次韩正到了美国之后呢，除了跟就是所谓的副总统见面，另外还有跟那个马斯克见面之外，其实他见不到川普，对，所以他才会告诉范斯说，请你帮忙转交给川普。所以简单说，他只能坐在下面听川普的训话。那川普讲的这个所有事情呢，没有错，每一招这个招式全部都剑指中国。为什么呢？比如说以巴拿马来讲的话，他在这里面当中特别提到巴拿马这运河哦是中国在掌控。那他认为说，过往来讲的话，美国辛辛苦苦帮忙开凿这条运河之后，而且还损伤了38000人的美国人哦，竟然那个前面的笨总统了，把它交给巴拿马。所以现在除了美国要付起高额的这个所谓的运费之外，更重要的，他其实有提到所谓的军事方面的价值。对，为什么军事方面价值呢？你看到两端的港口被中国的这个商人控制，那我们知道说，既然是中国商人控制的话，就有可能解放军在里面出现嘛。那你看到最近这几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美国都有在做一个动作，就是它的这个无人载具啊，或是它的海军啊，都会从所谓的加勒比海这个地方进入到巴拿马运河以后，然后到了加州或是到了夏威夷这个地方来进行演习。换句话说，美国在大西洋这边的部署跟太平洋这边的部署，都必须要靠巴拿马这个运河来做连通，可是都被中国看光光了。对，如果说我的船舶经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那你解放军那边每天那个监测结果知道我多少架无人机过去，多少架无人载具过去，或者是海军过去的话，那岂不是对美国的军事产生一个重大的威胁吗？所以其实川普想到的是什么？未来如果真的美中可能有一战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是不是要先提早布局，赶快把大巴拿马拿回来？否则如果落入到敌人手中来讲的话，那未来美国怎么打仗呢？所以其实川普他是有一个长远性的一个战略规划。
所以巴拿马运河它也是针对中国人。那现在来讲的话，还有提到一些包含毒品的问题，包含一些什么贸易的问题，那还有提到 COVID-19 的问题。你知道，川普每次讲的这个东西，我的背后想到就是中国，他在这当中的角色是什么？中国。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 ，Rubio 现在还被制裁的阶段之下，还有讲出这样的话，韩正去又被 saving， 有不？难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终于讲话了，讲话的时候他讲好酸哦，中方愿意同美国新政府一道，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保持沟通，巴拉巴拉巴拉，关系在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已经算是一个回击，但这回击也太软了吧？对，但是中国官员讲话你要注意到，他其中有一句话才是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就两国元首的战略引导下。什么叫两国元首战略引导？一定要他们见面，见完面之后，双方同意之后，才能够大家跟着做。中国的官员，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阿谀奉承的，他基本上上面没有讲话，他不敢做。所以现阶段，如果说中国的官员跟美国的官员进行这个所谓的交流或者是任何合作来讲话，不太可能，必须要他们两个见完面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我说他们见面，习近平能够提供给川普什么东西？如果习近平愿意提供的话，那会不会中国的老百姓自己都说啊，你这个领导人自己都在美国面前的话，只是磕头跪拜，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回来又一番的这个操作。我们要知道说，川普他其实说，你拿不到东西，你最好是不要跟川普谈。你如果没有东西给川普的话，你跟川普谈的话，你会死在那边了。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习近平一定要手上有东西才有办法去跟川普谈。但是他能够承诺什么东西呢？芬太尼他搞了那么久，结果芬太尼2019年一直到现在，结果呢背后竟然还有中国政府在资助这些毒品哦。那你让这些美国的年轻人或者美国吸毒的这些人到底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根本中国政府拿不出一个方法出来回应这个川普。那另外来讲的话，还有 COVID-19 的问题，还有贸易的问题，这些哦，基本上习近平一个头两个大了。慧珍，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川普这次这么的急？他说我签行政命令，我就手签到酸都没有关系，我要打中国。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这个地方看出一些端倪吗？他接受专访时，他直接说：“我在台积电在美设厂，我可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能想象这么可爱的一个总裁，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背后的故事竟然是现在在美国设厂，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美国一些相关的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糟。是我跟你讲，这一场演说，那个魏哲嘉伊都西插了一句话，什么一句话呢？他就应该要讲威纳公套听把赛德劳维利啊，其实真的就是类似是这样。他其实是非常风趣去讲他的整个亚利桑那州盖厂的辛苦的一个过程，有多么辛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美国地大物博，对不对？什么没有，怎么可能会盖得很辛苦？那你为什么整个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一个盖的进度是落后本来预期的？大家都把它认为说是一个企业文化的关系啊，美国啊，可能就是他们管得比较严啊。我跟你讲，那只是关系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最主要有3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什么？盖厂人才，你可以想象吗？盖厂人才竟然没有，没人。对他想要说怎么可能？这个亚利桑那州怎么可能你盖厂人才没有？旁边不是就有 Intel 的厂吗？怎么可能 ？Intel 这个厂在这里，那你没有人才，你 Intel 厂怎么盖起来啊？不好拍谁？那是10年前盖的。所以呢，他就说光是第一件事情，他们要找盖厂的人哦，他们直接从德州找整批的这个工人是从德州挖了直接过来亚利桑那州。你想说那种扣零差价水真的？那为什么德州那边有很多的一些盖厂的工人？因为其实美国的主要石化园区都在德州，像我们台塑啊，有好多企业也在那边都在，所以德州这一种类似的工厂或化工厂或者是一些盖厂的人才，确实德州为多。那亚利桑那这边已经有之前大家也知道，就慢慢比较没落，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这个人才。光是把那盖厂的人才找来这个部分，他就说你这个就是花了一大段的时间哦，再加上什么？这讲起来，他如果不讲，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原来没有想到，光是他说我们的台积电的厂，我们一定是走在时代最先进，所以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品啊，我们的那盐酸啊，我们什么什么，结果那你政府的规定是什么？就美国政府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厂太先进了。我们整个美国的相关的法规没有这么先进的，所以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请专家学者来研究。专家在哪？专家在哪？美国很多专家但是你要出钱，所以现在是台积电，他要先自掏腰包，花了3500万美金，邀请这些专家学者来，然后把台积电它的工厂可能会排放什么，它的生产制程是什么，怎样，总共讨论定了18000多项的规定。
然后这些专家学者定出来之后，他说好，那台积电那现在总共有1800多个规则哦，那你要按照这个规则。所以换句话说，台积电自掏腰包，请专家学者来制定规则来规范我台积电，你会觉得很好笑。对啊，这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但不好意思，我是投资对，但是不好意思，因为你们走得太前面了哈，我们美国政府的这相关的建厂的规定没有这么先进，所以就变成是你反而要自掏腰包去做出这些规定，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之前没有想象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最新制程。我们都知道，像以台湾，因为整个台湾其实根本就是半导体岛链嘛，你不管缺任何一个原料，都在24小时，不要说24小时啊，12小时一定都可以要得到。结果他就在那边真的拿够玛莎拉蒂，他就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硫酸，我们都知道硫酸台湾多的是啊，很多工厂啊，像长春石化也有做硫酸的，广明有做硫酸，电子级的硫酸。所谓电子级的硫酸，就是你纯度要大概是10亿分之一哦，就是不能有太多，不能有，可以说是不能有杂质。所以电子级的硫酸事实上是比较难做。可是你知道吗？美国有没有做？有，成本太高。结果到最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根本不敢相信。台积电到最后是从台湾海运硫酸这个 LA 港，然后再透过卡车再用走陆运，然后卡车这样一车一车风尘仆仆慢慢送呢。对，然后再用卡车坐到亚利桑那，所以就觉得非常荒谬。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成本实在太高。他用这样子的时候，才有办法把那个成本降下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杂质大概只有10亿分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高纯度的电子级的硫酸的话，要不然就是那个工会很贵，要不然不要说工贵，你搞不好砸大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可是你知道荒谬是什么吗？竟然因为这样的关系，台积电这一招可以成了。Intel 竟然说，原来这招可以用 ，Intel 现在也要学我们，就是从台湾这边或其他地方印这一些便宜的原料。所以为什么他们就讲到说，魏哲家他们这一次所谓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厂的新建，真的是斑斑血泪。好，今天的12点17分的时候，天摇地动，大家有感觉吗？聪哥，我是没有感觉哦。家虽然住12楼，但我睡死了。对。但是包括了嘉义到台南的民众，好有感。这个规模6.4，这个是61年来最强。为什么这么有感？原来这是2颗原子弹的 power。而现在大家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震完之后才发现，震央竟然是在曾文水库下面。对，没错。事实上，在今天凌晨呢，约莫是12点过没多久的时间点的时候，国家警报其实北部人士应该收到这个国家警报大作。那大作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说，这个地震不小哦。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发生在这个嘉义的这个大埔这个地方，约莫是规模6.4。那因为我还有家人住在嘉义，所以他们第一个时间说，哇，这个地震很可怕，很大，很可怕，然后觉得说房子都快要倒了，夺门而出。对，在嘉义市都觉得好像房子快要倒了一个状况。他们的形容是说，不只是上下左右晃，而且还有这个不只是上下跳动，还有左右晃，然后感觉好像有扭曲的这种感觉，他们都觉得非常恐怖。那当然，你看这很多画面都传出来了，整个嘉义县市来说，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惊恐的这个状况。很多人都你看这整个这个灯来看，这么摇晃的这个样子，那他们当下就觉得说，好像世界末日的一个感觉。好，那不是只有嘉义县市是这个样子，连高雄的诚毅酒店每一次这个它的无边界泳池来说，每一次都会因为地震的关系，好像是空中海啸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还有这个柳营有一个监视器的这个画面来说，因为第一个时间地震的时候，你看父母亲赶快抱在一起，那把他们的小孩子都护住。你看旁边所有的东西都在那边摇晃成这个样子，你看当下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被吓到了一个情形。那除了这个之外，嘉义市来说，你看地震之后，你看因为摇晃得很大的时候，你看这个电线出现着火的这个状况，还出现这个有火花出现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我们这一次不幸中的这个大幸是在这个南西区，因为南西区跟这个大埔也蛮近的，就有一栋民房倒塌。那民房倒塌的时候，我们看警消的人就很快进去救了什么？有一个小孩子，然后还有2个大人把他救出来。那幸好是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伤亡，这个顶多就受了一个皮肉伤，还有惊吓一个状况。那甚至在我们这个预警这边有一个大厦来说的话，就出现了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梁柱已经出现了这个所谓破损的一个状况。对，那实际上里面的人员都说，我们当下感觉到地震是很大，没有错，但没想到我们都以为可以住啊，就警消说你们要撤离的时候，他下去看啊，怎么我们的这个梁柱震成这个样子？好，那除了台湾呢，全岛都感觉到有这个震度的这个状况。听说这一次的震度相当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连你看福建的泉州，然后包括厦门、
然后扬州，甚至连人家就说连这个上海都有感，所以这次的地震的规模显然是相当大。那我就讲，因为这一次在北部都会收到这个所谓国家级的这个警报嘛，这个警报声大作的一个情形，大家才发现到说这一次的地震是非常大，甚至你看在这个彰化有一个他们当地有一个这个大楼，大楼里面有一尊这个类似大卫雕像，就没想到这一次，他都说挺过非常多次的地震哦，就没想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断了，对，就整个倒下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真的是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更严重。好，那当然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担心说，那这个未来会怎么去看我们这个地震的这个情形呢？第一个，现在大家是这一次才赫然发现，因为它这一次的大埔在什么地方呢？大埔在这个事实上这边有一个曾文水库，人家就说，这次发生的这个地震来说，我看曾文水库在这边，然后发生的地震在这个地方，下面啊、对，人家就说，这个会不会有点危险？那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水库兴建的过程里面，一定都会去调查这个它相关的断层嘛。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呢？因为台湾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断层会出现。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有讲，实际上在目前为止，台湾尤其在这次地震发生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有包括说出口断层啊，然后六角断层啊，然后还有这个口销里的这个断层啊，这些断层。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口销里的这个断层来说的话，是2021年才发现的。为什么2021年才发现？因为那时候是台积电要来这边来嘉义设厂的时候，我们才这个陆续的调查之后才发现到，这边有一个断层。好，那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一代，包括说很多地震来说的话，都是相当规模相当大的。我们给大家讲几个地震，包括说在这一次的地震，还有上次再往前推是1964年的1月18号的白河地震。那当时的规模是6.3，因为白河距离这一次的大埔其实位置也不远。那甚至人家就说，两个震央好像很类似。那上次的一共造成了大概106个人死亡，然后再往前推的时候，1941年的12月有发生中埔地震，当时的规模是7.0。好，那7.0来说，人家这个规模是相当大。中埔跟大埔其实也是距离非常近，白河也非常近。那另外还有什么？梅山地震，这是大家最可怕的。对，梅山地震那一次的时候，这个造成的伤亡是约莫是有1520个人这个罹难，所以呢，事实上发生地震都在这附近。那尤其最近又有人出来说，这个好像6.4只是一个前震，后面搞不好还有主震。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这样发生。不过呢，因为在这边发生的地震来说的话，要么就是很强，6.3、6.4，那甚至还有7的以上的这个地震，甚至还有梅山地震这么多这个地震，甚至专家来示警，你看。梅山断层的100年周期快要到了，那假设真的如果发生类似在1906年的这个梅山大地震的话，大家真的完全会吓呆。所以来说，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大家当然不用太过惊慌，但是我们要随时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地震会不会对台积电造成影响嘛？对不对？那台积电事实上在之前已经先说出来，他说除了有一些这个管线上面的破片，的确因为地震的时候他们有停机的时候造成了部分影响，但是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地震没多久的时候，大家发现到一个，这个我们真的为台积电感觉到说，真的不愧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因为在地震没多久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这地方在什么地方？怎么止爆了？对，止爆。这个地方在竹科附近的这个交流道，高速公路交流道就止爆了。就有人说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接到电话之后呢，要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这个大地震之后呢，台积电所有的工程师或者说这个设备供应商的协力伙伴，全部都被扣回来公司。那扣回来公司晚上没有这个计程车可以坐，就自己开车回来，所以造成这个竹北交流道这附近止爆。那这样就表示什么？台积电已经全员动起来，在应对这一次在发生在大埔的这个地震。陈老师，这一次的嘉义强震，我们不禁想问，怎么会在曾文水库下面？大家避免。感觉会有点惊惊的，毕竟水库嘛。另外，现在外界有说，这个只是一个前震，主震还有5%的几率，会有可能吗？我想地震我们还是没办法预测。对，所以我想主要这个地震来讲，发生在这个南部这边，我们知道西南部这边云嘉南这个区域哦，是台湾地震的频率最高的一个区域，这样啊。所以这边来讲，但是往年的地震来讲。比较大的地震大概都是规模5点多而已，像6.4的地震来讲，大概是这50-60年来比较大的。你的意思说，像是这几年一直在增加的一个趋势哦？它增加之外，哈，你看这个频率上是比较高的，尤其从9.1地震之后，这频率上就会比较高。那这些地震来讲，主要在这个区域的地震来讲，大概规模都5点多哦，比较少到6点多哦。
那当然这次来讲是大概是60年来比较大的一个地震。现在比较怕的是说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断层？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啊，口消里断层、六甲断层、触口断层。OK， 这是旁边的地，因为它规模6.4哦，它影响范围不会太大，就是了。大概我们会注重就是大概20-30公里以内这些活动断层，就是那主要来讲就是触口断层啊，或是这些还有一个叫轮后断层哦，旁边这边还有轮后，或是六甲断层，就当然我们之后稍微观察看有没有受到影响，就是我想基本上来讲，我们只能在观察的阶段，就是